拉普拉斯是1999里很重要的一个组织，它在剧情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里的角色还有着众多美好的品质，包括但不限于感情饱满、乖巧礼貌、善良守序、人畜无害以及情绪稳定。Weil das verdammt ungerecht ist! 如此群英荟萃的拉普拉斯，在视觉上也有着非常独特的设计风格，可以称之为复古未来主义、晶体管朋克、苏联朋克、原子朋克、包豪斯主义、几何美学、拼贴艺术、构成主义。你不用太纠结这一长串名词都是什么意思，因为艺术风格之间的界限有时候是很模糊的，而且现代作品很难单纯用一种艺术风格去做定义，通常都是多种风格结合的结果。所以重点在于拉普拉斯具体用了哪些技巧，最终做出来一种什么样的效果，以及为什么说苏联的美学决定了整个现代设计的走向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蒙达里昂，今天我们聊聊拉普拉斯。拉普拉斯的风格大体上可以说是60年代的复古未来主义。这个时期的复古未来主义有两个分支，一个是美式，有时候我们叫晶体管朋克；一种是苏式，有时候叫苏联朋克，或者直接叫原子朋克。这是冷战背景下对未来的两种不同设想，一种是消费主义乌托邦，一种是集体主义理想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拉普拉斯属于哪一种？答案是两者都有。我们来看一些比较典型的美学特征，比如颜色的使用。拉普拉斯的颜色使用非常克制，偏舒适美学的气质，大部分是黑白灰和金属色。一些物品和家具会有亮色点缀，但饱和度比较低，而且是单色。而美式复古未来主义会有大量的荧光色和撞色，因为消费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花里胡哨。另外一个区别是对机器人的处理。美式复古未来主义的机器人通常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，它是消费品和工具的延伸，而苏式复古未来主义的机器人会有明显的性别特征，它是人的延伸。露西这个角色刚登场的时候引发过一些争议，有人觉得作为一个机器人，性别特征如此明显，真的合适吗？但这其实跟风格选择有关系。现代性解放运动最早起源于苏联，比美国早了近半个世纪。在苏联的艺术中，经常有各种女科学家、女工程师，甚至是女政客的身影。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政府内阁成员、第一位女性驻外大使、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宇航员，全部来自苏联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第一位参与实战的女性飞行员。嘿，所以在苏联美学中，机器人的性别特征代表的不是性化或者欲望，而是女性技术主体的思想。不过就像前面说的，拉普拉斯也不是所有设计都是舒适的风格，比如建筑和家具的设计就偏美式。拉普拉斯的建筑和家具有大量的流线型曲线，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圆润的线条，还有各种圆盘和圆柱状的建筑和物品，模仿飞碟、飞船、太空舱的外观，这是典型的美式复古未来主义风格。但高大层叠的建筑又有一点点舒适的气质。其实相比起拉普拉斯，基金会的建筑更有苏联美学的风格，各种高大板正的混凝土结构，对称的布局，宏大开阔的场地，给人一种威严感、秩序感。如果你对苏联美学感兴趣，可以去看看游戏《原子之心》，或者等今年1999和《原子之心》联动的时候，你就能感受到什么叫纯正的苏联复古未来主义美学。拉普拉斯角色设计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带有银白色金属质感的服饰，一方面是能营造出科研场所那种干净防尘的感觉，另一方面是模仿镀铬金属的质感。复古未来主义设计会用到大量的镀铬金属，那个时期的金属镀铬工艺高度成熟，这种带着金属光泽的非自然感被视为是技术进步和未来的象征。所以在拉普拉斯的很多场景里，最显眼的就是各种锃光瓦亮的镀铬金属，甚至露西全身都是银白色的镀铬金属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看，露西这个镀铬金属带着很多划痕，甚至是有拉丝的纹理，这个是苏联的风格。美式风格里经常会用到大量的塑料材质，所以他们使用金属时也偏爱光滑的表面。而苏式风格受粗野主义的影响，偏爱有纹理甚至是带磨损的表面。但露西这个角色最大的亮点其实不是这个金属身躯，而是她的右腿。她的右腿是透明的。透明材质也是复古未来主义的一大特点。60年代高质量的工程塑料和有机玻璃技术走向成熟，所以你可以在各种地方看到透明材质，像头罩、护目镜、大面积的透明墙体以及鱼缸。但露西这个透明设计的重点在于露出它里面的机械元件。机械元件外露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，一种是直接外露，比如一些蒸汽朋克或者废土风格的机械，它表达的是一种不在乎的态度，我只关心功能，露出来就露出来呗，呈现的是一种粗犷的气质。另外一种则是露给你看，但有一层透明外壳。那这种表达的又是什么呢？打个比方，机械表的透明表壳以及初代 iMac 的透明外壳，它告诉你，我的内部不是一个无聊的设计，而是一个精密、先进、具有美感的设计。这个透明外壳表达的是，我有能力封装这个东西，但我就是要给你看。这是一种炫耀，一种强大的技术自信。
除了露西之外，拉普拉斯其他角色的设计也都非常有特点，也有一些比较普遍的特征，比如每个人身上都挂着工牌，工牌用不同颜色区分部门和职能，每个人都带着独特的仪器，表明自己的研究领域，比如测量仪、抽血器、扩音器、增材仪、检测仪、密码机等等。此外还有一个细节，我在女角色鉴赏那期视频提过这个，那就是服饰的包边处理。普通的衣服在布料拼接的地方通常就是直接缝起来，但在一些科研场所，出于密封、防尘甚至是防菌的要求，会在布料拼接的地方加塑胶包边。虽然作为游戏角色，拉普拉斯有些衣服的设计跟密封完全不搭边，但他们保留了塑胶包边的设计。除了亚弥这种搞密码学不用操作大量实验的，服饰看起来比较休闲，拉普拉斯的其他角色包括 NPC 服饰上都有显眼的塑胶包边。正如我上次说的，这在视觉上会带来一种描边感，会让你身体的几何线条更加突出，直观上的感受就是更酷更帅，但有一种隐约的非人感，我觉得十分契合科研人员严谨又疯狂的气质。当我们谈现代设计的发展历史时，有一座大山是永远绕不过去的，那就是包豪斯主义。拉普拉斯的设计也很有包豪斯的风格，强烈的几何线条、工业材质感、功能主义设计等等。但包豪斯主义在成型的过程中，极大的受到另一种风格的影响，那就是苏联的构成主义。三大现代设计流派，德国的包豪斯、荷兰的风格派以及苏联的构成主义。这里面构成主义是起步和成型最早的，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面两种流派。英国平面设计大师奈维尔·布罗迪08年接受采访时说，1914到1935年构成主义时期发生的事情，决定了今后设计领域里的一切。从技术的角度来讲，这个事情不难理解，不管是几何语言、动态构成、网格系统还是字体排印，很多构成主义的设计理念在现代设计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。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？要理解构成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它革了谁的命。整个现代设计的演变本质上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设计属于谁？设计服务于谁？在构成主义之前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设计师这个概念的，只有艺术家。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属于宫廷，属于教堂，属于贵族，他们使用大理石、金箔、昂贵的颜料、复杂的装饰。那个时期的艺术和美学跟大部分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。但苏联的艺术家提出，艺术属于人民，设计应该面向普通人，去装饰化、高度简洁的几何形状，这些都是为了服务普通人，服务日常生活。此后风格派的普世秩序、包豪斯的形式追随功能，都跟构成主义的思想一脉相承。所以你喜欢苏联也好，不喜欢苏联也罢，这个并不是重点，因为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不是政治，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人，每一个具体且普通的人。这才是从构成主义到现代设计真正深入人心的理念。所以哪怕苏联描绘的理想国破碎了，但它留下的思想和美学却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。而同样的，为什么是拉普拉斯？因为它不像重树之手一样推崇高人一等的血统，也不像基金会一样玩弄政治游戏。拉普拉斯不关心政治，不关心立场，他们只是想为每一个领域的普通人撑一把伞。拉普拉斯里的人或许都很怪异，但当灾难降临时，是他们在为每一个普通人去努力、去拼命、去付出一切。 But just so you know, I'm not doing this for the higher-ups who look down on us, but for the people who look up to us from below.